德国第45装甲旅成立，驻军俄罗斯边境。扎卢日内上将指出乌克兰获胜唯一道路。乌军空袭摧毁俄战争能力。9架图95抵达乌边境基地，该如何防御呢？战场收益下降，前线俄军真的打不动了。俄军进行最大规模囚犯交换。俄军3个摩步师开进印古什镇压车臣，小卡真要造反。俄战机侵犯芬兰领空，波兰积极建设东翼防御。欧盟暂停匈牙利投票权。精彩资讯马上开始。据德国之声报道，5月23日，德国总理梅尔茨和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留斯前往立陶宛，出席了德国驻立陶宛第45装甲旅的成立仪式。这意味着德国80年来首次在俄罗斯边境部署军队。俄罗斯对此很不高兴，但又无可奈何。据悉，该装甲旅是德国应立陶宛的要求，派驻保卫北约东翼作战部队的核心，以此来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同时，这也是德国自二战以来首次在海外永久部署军队。根据计划，该旅将驻扎在维尔纽斯，这里距离白俄罗斯边境仅30公里。目前，像营房、新道路等一些基础设施正在建设中，并将延伸至该旅主要基地鲁德宁海军事训练区。而驻军人数目前虽然只有400多人，但到2027年人数将达到5000人。梅尔茨在仪式上表示，保卫立陶宛就等于保卫德国和欧洲，北约可以信赖德国，我们共同的自由不会置于某条地缘分界线。与此同时，立陶宛本国也在致力于打造一支强大的装甲部队，为此已订购了44辆德国制造的豹2 A8 主战坦克。如此做是因为驻立陶宛的第45装甲旅也将使用同类型的坦克，这将有助于两军之间的合作。乌克兰驻英国大使、前总司令扎卢日内上将在安全出口乌克兰武器走向世界论坛上的一句话，点出了乌克兰获胜的唯一道路，即我们要打一场高科技生存战，利用最少的人力资源、经济手段以及武器装备的技战术优势来获取战争的胜利，而不是在前线拼消耗。同时，扎卢日内还明确表示，必须摧毁俄罗斯的战争能力，不能指望一份随时可能被克里姆林宫撕毁的和平协议，这才是赢得战争的唯一途径。扎卢日内这番话，大家看出了什么？是战争仍将长期进行的现状，还是乌克兰和其盟友必须摆脱完全胜利幻想，寻求务实的战略？或许两者皆有，即先要保证乌克兰的独立，然后再慢慢收回全部被占领土，惩办战犯以及获得赔偿，从而通过长期鏖战来彻底战胜俄罗斯。实际上，现在前线乌军的行动就十分符合扎卢日内的观点。乌军现在连续数天的大规模空袭，其绝大部分目标就是俄罗斯的军工企业和军事基地。首先是图拉州，乌军的无人机群再次击中了斯普拉夫军工厂。综合阿斯特频道和图拉州的州长米利亚耶夫的报道，乌军前后共发动了10波空袭，打下了斯普拉夫军工厂，造成数起爆炸，并引发了大规模的火灾。从目击者拍摄的视频看，工厂一带已经燃起了白烟。而就在3天前，普京才刚刚以对武器研发做出重大贡献为理由，大大表彰了该工厂员工。但话音未落，乌克兰的无人机就应声而至。不过，米利亚耶夫州长坚称，斯普拉夫工厂并没有遭到多大破坏，但他未就厂区的大火做进一步解释，反而指责乌军无人机袭击了图拉州的住宅。当地俄媒体则表示，是乌军无人机在被俄军防空系统击落后，其碎片撞上了楼房，造成了损伤。与此同时，同样位于图拉州的巴扎尔特工厂也再度遭到乌军袭击，该厂也在为俄军生产各类航空炸弹。后来经过图拉州政府证实，在最近的乌军无人机攻击中，当地的工业建筑群受损严重。其次，据基辅独立报道，乌总参谋部已证实，5月23日夜间，乌军对俄罗斯利佩茨克州发动了袭击，目标直指当地叶列茨市的 Energy 电磁厂。据悉 ，Energy 不仅是俄罗斯国防部的供应商，还同样是俄航天局和紧急事务部等各部门合作，为俄方提供通信和电子战的支持。像俄军无人机、伊斯坎德尔等武器的电池零件都来自该工厂。目前详细的战损状况还有待确认，但从现场的火灾规模看，损失不会太小。然后位于库尔斯克州靠近利戈夫出口的一个俄军用装备和人员临时据点，也同样遭到乌军的针对打击。
据传出的消息显示，乌军3枚导弹以间隔5到7分钟的形式连续击中了这个俄军据点。目前该地区已被俄军连同俄罗斯紧急服务部门进行了封锁，详细损失有待进一步确认。此外，俄罗斯的伊万沃诺州的空军机场和莫斯科郊外的爱国者公园也没逃过乌军的新轮打击。前者约有15架乌军无人机冲向了俄军第2457号空军基地，这里停放着大量的预警机，是俄军后方侦察与探测的一个作战中心。当地人表示，在机场附近听到了约4起巨响，详细的损失正在统计中。后者乌军无人机击中了博览中心的仓库，初步统计至少有2座展览馆受到破坏，1名安保人员被无人机的弹片击伤。这几天，乌克兰对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各地都展开了空袭行动，后续还会有新的战报传来。对于乌军的连续空袭，俄国防部宣称，乌克兰现在每天都会发射至少400架无人机进行打击。但战争总是你来我往，乌军情报部门负责人亚罗斯拉夫则表示，俄军现在每天向乌克兰发射的无人机多达500架，而且这仅仅是日常袭击。若是俄军发起大规模空袭，通常还要伴随发射10几枚甚至上百枚对地导弹，包括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和超音速巡航导弹。因此，如何防御俄军的空袭，应该是乌克兰当前首要解决的问题。现在俄军的空袭同样也以无人机为主，因此火力军先简单说一下俄军攻击无人机的最新情况。相比乌克兰，俄军攻击无人机的款式型号相当稀少，主要以疑似伊朗制造的见证者系列和俄方仿制的天竺葵系列为主。在过去3年多的战斗中，经历乌军无人机洗礼和投入大量资源研发和改进后，如今俄军无人机不仅产量大增，还发展出了诱饵、无线电侦测等不同型号，可用来侦察乌军防空网和吸引乌军防空火力。防务快报在最新报道中就警告称，俄军多款无人机经过升级后发动的混合式攻击已变得更加危险，尤其是俄军的攻击无人机，其战斗部已从最初的50公斤大幅增加到90公斤，而且还是复合战斗部，在以每小时400公里的速度俯冲时，甚至能够打穿一般的建筑墙体，爆炸所产生的巨大冲击波足以摧毁小型建筑物。另外，即便在空中被击落，也会迸射出数百个高速破片，杀伤附近的人员。相比之下，当乌军无人机逼近俄军事目标时，虽然俄防空系统和电子干扰系统会启动拦截，但大多数被袭击的地区并没有拉响防空警报。这是因为俄政府知道乌军跟他们不一样，不会在空袭中故意攻击民用基础设施和平民，更不会为无人机和导弹安装高爆破片战斗部。而乌军的防空力量，客观地说，尽管在盟友的帮助下正不断增强，但通过近期的表现，俄军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明显上升得更快。仅仅依靠拦截和电子干扰，乌军已经有些力不从心，更别说俄军还在大力增加对战略轰炸机的支出，准备对图95、图22和图160系列轰炸机进行大规模的检修和升级。而且据乌克兰监测频道报道，俄罗斯很可能还在为大规模导弹袭击做准备。报道称，在靠近乌克兰的俄空军基地内，俄军图95 MS 的数量已增至9架，其中奥列尼亚空军基地5架，恩格斯2基地2架，达吉列沃基地2架。因此，相比被动的防空拦截，火力军觉得更有效的拦截方法是破坏俄军的远程打击能力，包括直接攻击俄军导弹基地、海军基地，袭击俄罗斯军工厂，阻止俄罗斯获得进口零部件等。只不过该方法同样存在诸多困难，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乌军不像俄军那般拥有足够数量的对地攻击导弹，若是仅靠无人机，很难对俄军基地和军工厂造成大规模破坏，除非个个能命中弹药库。幸运的是呢，乌克兰官方正在改变这一局面。稍早时候，泽连斯基在最高统帅部会议上就曾下令尽快加速乌克兰弹道导弹的研制，称远程打击能力是乌克兰安全的明确而有效的保障。与此同时，乌克兰的欧洲盟友也在发展自己的2000公里级对地攻击导弹。对乌克兰、欧洲来说，拥有足够数量的远程打击武器，才能在短时间内迅速降低俄罗斯的战争能力。当然，如果可以，还是不要与俄罗斯做邻居了。不仅要确保武器保险时刻处于打开状态，还得拥有真正让克里姆林宫感到恐惧的武器，才能让俄罗斯老老实实。至于战场前线，从双方近期交火频率以及俄军近来持续下降的伤亡数字就能够看出，俄军是真的打不动了。
而且根据战争研究所的数据，俄军每周领土收益已从2024年的125平方公里降为46平方公里，每日付出1000多人的人员伤亡，仅能够心控7.3平方公里的乌克兰领土。而乌军方面，除了库尔斯克、别尔哥罗德、布良斯克外，在乌东战场大都只是防御，因此连续多天双方的接触线无明显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继突访库尔斯克之后，普京将访问被占领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并称他们为俄罗斯地区首府。而且据马里乌波尔市前顾问佩特罗·安德里尤什琴科称，俄罗斯还计划在未来几周内将占领的扎波罗热核电站与俄罗斯的能源网络连接起来。俄罗斯将在马里乌波尔和别尔迪扬斯克附近建造了一个配送枢纽和压缩基站，预计该系连接将在几个月内全面投入使用。如此一来，特朗普想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愿望看来要落空了。此外，据基辅独立报报道，乌克兰和俄罗斯于5月23日开始履行5月16日在伊斯坦布尔达成的交换1000名囚犯协议。据悉，这是自2014年以来俄乌双方最大规模的囚犯交换。而第一阶段，双方互相交换390人，其中270人是囚犯交换，120人是平民交换。战场之外，有未经确认的消息称，俄军3个摩步师开进了印古什共和国，这里距离车臣首府格罗兹尼仅45公里。难道卡德罗夫反叛了？虽然该消息未得到确认，但若为真，这一切的导火索应该就是卡德罗夫想扶持自己的儿子亚当来继续掌控车臣。但根据车臣的宪法，继任者未满30岁是不得担任车臣领导人的。因此，卡德罗夫在月初想通过主动辞职的方式来换取亚当的接班。只是卡德罗夫并未如愿。普京在沉默数秒后回答道：“先做好你的工作。”算是直接拒绝了卡德罗夫的请求。这场辞职风波也被各大媒体渲染为车臣与俄政府之间的裂缝。按理说，普京或者说俄政府是绝不会容忍军阀世袭的，而且克宫已经为卡德罗夫拟定好了接班人，那就是车臣艾哈迈德特种部队的指挥官阿普季·阿劳迪诺夫。那么，面对普京的拒绝，拥有车臣武装的卡德罗夫会甘愿放弃吗？是否会和普里戈金一样发生兵变，让俄罗斯陷入动荡？卡德罗夫及其家族可以说已经到了生死抉择的时刻。若顺从克宫安排，或许还可以带着积累的财富到卡塔尔安享晚年，体面地结束政治生涯。但若强行扶持亚当，说不好会遭到俄方的武力干涉，因为克宫绝不允许出现父传子这种世袭情况发生。一旦如此，车臣就会沦为卡德罗夫的私人领地，以后再想插手车臣事务基本就不可能了。而且车臣的武装力量也引起了克宫的忌惮。卡德罗夫此前虽然宣称有12000名车臣士兵参与了俄乌战争，且另有7万名士兵随时参战，但借着俄乌战争，车臣武装早已完成了多轮扩军，并四处招编了瓦格纳等参与武装，如今人数恐怕不下10万人。另外，当初为了安抚车臣，俄罗斯中央政府承诺每年都会给其拨款30亿美元作为补贴，加上车臣本身的油气资源，日子过得比其他同级政府好得多。车臣有兵、有钱、有支持，自然引起了其他共和国的羡慕效仿和严重不满。其实换做谁也一样，都是联邦政府议员，凭什么要如此厚此薄彼？而这一切普京都是知道的，车臣问题对他来说一直是一件棘手的事。眼看着地方势力尾大不掉，又无可奈何。这时卡德罗夫的身体急剧恶化，让普京看到了希望。现在只需等其咽气，就能以柔和的方式接受车臣，收回权力。因此，即便卡德罗夫身体再糟糕，普京也不会允许其辞职。那么卡德罗夫若是不愿接受安排，该如何破局呢？考虑到俄政府不同意亚当上位，和亚当无法压制车臣的骄兵悍将，那么留给卡德罗夫从头到尾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趁着自己还活着，利用自己手中的力量去搏出一个出路，即在俄军主力受困于乌东时发动兵变打败俄军。无论结果是独立，还是通过武力逼迫联邦政府认可亚当的地位，都算是一个好的未来。以俄军现状，10万车臣军队说不定真的可以做到这点，甚至双方根本无需分出胜负。但凡点燃这根导火索，同样一直闹独立的达吉斯坦共和国、雅库特共和国、达达斯坦共和国、卡内利亚共和国等，说不定就会起兵跟进，其目标同样能够实现。总之，忠诚和利益的天平开始倾斜了。一如消息报所言，普京能容忍一个生病的卡德罗夫，但绝不会接受第二个车臣帝国。
在俄乌战争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面前，卡特罗夫究竟会选择当顺从的绵羊，还是被逼反的饿狼？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芬兰国防部5月23日报告称，2架俄军军机侵犯了芬兰领空。其国防部长安迪·哈卡宁表示：“我们将严肃对待涉嫌侵犯领土的行为，目前调查正在进行中。”俄罗斯在北约东翼进行的挑衅行为，火力军已经见怪不怪了。俄军战机经常不开应答器，不提交飞行计划，不与地区空中交通管制部门取得联系，直接从其飞地加里宁格勒起飞，进行高风险飞行。如前一天，波兰战机就在波罗的海上空的国际空域拦截了一架俄军苏24战机。芬兰国防军战略负责人萨米·卢米少将还表示，一旦对乌克兰的战争结束，俄罗斯将在其边境增加军事集结。而同样感到威胁的波兰，目前也在积极建设东翼防御。据自由时报报道，波兰目前正积极建设北约东翼防御，与俄罗斯、白俄罗斯边界大规模建设长达700公里的东顿防御工事。为快速建设防线，波兰已调动大量小波块充当龙牙反战车设施，并设立避难所、雷区和射击阵地，且总共有高达30个施工区域同步进行。波兰副参谋长乔斯内克中将也在近期率领团队视察了东顿工程。他称，波兰的安全环境已显著恶化，已经处于混合战争状态，而东顿计划就是为了保护波兰安全，防止事态升级。据他指出，东顿计划还包括侦察、预警、防化、后勤、部队保护、机动和反机动系统、统一通信，以及根据军队建设医疗基础设施等内容。军事工程局长瓦夫日尼亚克少将则表示，去年宣布的国家预算中就有1000亿兹罗提用于初期计划，该计划也能使用欧洲防务白皮书的欧盟资金。欧尔班利用规则拿捏欧盟的好日子终于要不复存在了。欧盟理事会将于5月27日讨论暂停匈牙利根据欧盟条约第7条享有的投票权，理由是其严重违反欧洲价值观。当然，欧洲对欧尔班政府的容忍是一点点被消磨没的。最开始，欧尔班政府只是发牢骚，但之后却直接下场反对一切欧洲和北约的涉乌决定，并阻挠对俄制裁，全力帮助俄罗斯。匈牙利身为欧盟成员国，拿着欧盟的资金，却利用欧盟规则反对欧盟，支持欧洲的敌人俄罗斯，这让欧盟十分头痛。由于欧盟没有主动退出机制，匈牙利坚决不退出，还真被欧尔班多次利用否决权拿捏了欧盟，被迫解冻了部分援助匈牙利的资金，以换取匈牙利在涉乌决定上的同意，让欧尔班膨胀了，以为找到拿捏欧盟的法宝，变得愈发肆无忌惮。但欧尔班忘记了规则是可以变的，欧盟不会一直容忍匈牙利。2023年11月23日，欧盟议会投票赞成对欧盟条约实施改革，包括废除成员国的一票否决权，简化暂停违反欧盟价值观的成员国权利的程序。从2023年12月开始，立陶宛、芬兰、比利时等欧洲议会代表、议员陆续要求剥夺匈牙利的否决权，对匈牙利不满的国家越来越多。但欧尔班不以为然，继续阻止将冻结俄资产收益转给乌克兰，阻止乌克兰加入欧盟，不断诋毁欧盟领导人。欧尔班还于2024年7月擅自代表欧盟访问俄罗斯，给俄罗斯提供宣传素材，无视欧盟其他26个成员国的权利。匈牙利也成功因此成为欧盟其他成员国集体厌恶的对象。后来，欧洲议会63名议员公开要求剥夺匈牙利的欧洲投票权，并采取更多制裁措施。也是这把助推，让欧盟和乌克兰的行动开始了。首先是乌克兰宣布于2025年1月1日终止俄石油过境，让欧尔班政府挨了一记闷棍。欧盟则直接没收了为匈牙利提供的10亿欧元欧盟资金，欧尔班遭遇2025年首败。再之后，欧盟对匈牙利的政策愈发收紧，但欧尔班还不愿意改进，继续阻止对俄制裁，公开要求欧盟恢复与俄罗斯的关系，还试图解冻俄罗斯的冻结资产，阻止对乌克兰的一揽子援助计划。可以说，欧尔班完美演绎了什么是身在欧盟，心在俄罗斯。于是2025年3月5日，欧洲议会议员向欧盟领导人提交一份9点行动计划，该计划包括剥夺匈牙利的投票权。3月6日，欧盟外交与安全负责人卡拉斯表示，欧盟将组建多数联盟，确保一个国家不能阻挠所有人。3月31日，在德国大选获胜的梅尔茨政府推动欧盟暂停对匈牙利的援助，并取消其投票权。梅尔茨政府还表示，将敦促欧盟对行为不端的国家采取更强硬的措施。
进入5月后，乌克兰率先反击，指责匈牙利在乌克兰搞间谍活动，这让欧尔班措手不及。5月22日，26名欧洲议会议员发表联合声明，要求立即停止对匈牙利的所有资助。再到如今，欧盟理事会将于5月27日讨论暂停匈牙利根据欧盟条约第7条享有的投票权，理由是其严重违反欧洲价值观。这下子，匈牙利可能真的要失去欧盟了，而欧尔班的未来一定不会太好。欧盟可以没有匈牙利，但匈牙利不能没有欧盟。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乌军该如何防御俄军空袭？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